杂货商供元符技能演示。这边来看一下供元符杂货商的技能介绍。首先是它有一个吸取场景主件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吸收这个地表或者障碍物，又或者是金属组件的狂欢祭、密码机这些。吸收这些组件会有不同的效果，并且会获得不同的能力。然后我们释放这个吸取的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长按，然后选取目标；第2种的话是点按，点按的话是原地释放。吸取的话，取时间是1秒钟，然后期间会降低50%的一个移速。另外就是这个是一个充能的技能，充能时间是18秒。开局的话是会有 1.5 的充能，上限的话是有2个。它这个没有冷却时间的，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直使用。比如说我们吸收这个障碍物，吸收这个密码机，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没有冷却时间的，只是有充能时间。吸收不同组件可以获得不同能力啊，比如说吸收这个地表获得的是这个藤蔓，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个篮子进行一个切换，使用不同能力。另外吸取主件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效果，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技能吸取这个地表，会生成一个持续12秒的枯萎领域。求生者走进去的时候呢，会受到那个2秒的禁锢效果，这个领域生效之后呢，就会立马消失。另外需要注意就是这个它不是一个范围性的，它这个如果说像有2个求生者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么只会有1个求生者受到这个禁锢的效果。这个就是吸取地表的一个效果。然后这边来讲一下这个吸取地表所获得的能力，这个自然交易，也就是这个藤蔓的图标。这个藤蔓的图标我们点击使用之后呢，会向前生长出1颗藤蔓。这个藤蔓最长的一个长度是35米，到达最大长度的时候会停下来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图标，然后拉向这个藤蔓的目的。另外呢，如果碰到障物或者是求生者时也会那个停下来，但是如果命中求生者的话，会造成一个禁锢的效果。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这边我们释放藤蔓，碰到求生者时会造成一个禁锢，可以看到求生者是被晕眩了。这个禁锢的时长呢是跟它这个藤蔓的长度过钩的，最多的话可以造成 2.8 秒的禁锢效果。另外这个藤蔓的话是可以转向的，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在释放这个藤蔓的时候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转向的图标，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个进行转向。大概的话是这么一个效果。然后这边我们来讲一下吸取第2种那个组件的效果，就是障碍物。我们可以通过吸取障碍物，然后形成一个持续14秒的那个通道，我们可以走过去。如果这个通道消失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被那个挤出来，有点类似于那种脱离卡点，会被强制给那个挤出来。这个吸取的话是有条件的，像这个月亮河的话没办法吸取啊，它有一个长度的限制。另外像什么有板子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像板子地方的话，它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吸取的，它只能吸取这个障碍物。吸取的话是有一个长度限制，大概应该就是这么长吧。它这个挺灵活的，像这个站台上边我们正常是过不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形成一个通道，然后就走过去了。求生者的话也是可以那个走过来的，不过需要注意就是它这个形成的通道是平的，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像这个低矮的位置然后往高处那边走，我们只能形成通道，但是没有办法走上去啊。这个是它一个限制。像过山车的话我们也可以吸取啊，这个非常的有意思。
吸取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可以开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车头给吸掉，看吸掉了是吧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那个，哎，它不能交互吗？哦，目前是没办法交互。如果吸的有点那个的话，哎，可以嘞。等会儿在这里，然后吸收之后呢，我们也是可以交互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我粘上去，然后交互，不影响它原先那个位置的一个通道。这个大概是这个效果的能量，非常的灵活。比如说像鬼屋这个位置，如履平地。这边可以开一个通道，让求生者跳下去。还有这个位置，形成一个通道，我们可以跳下去，打落地刀。还有地下室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走过来，非常的灵活。然后这边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吸取障碍物所获得的能量，也就是这个碎石。这个碎石的效果呢，就是可以我们选取15米范围内的区域，生成一个碎石区。这个到达指定区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爆炸的效果，爆炸的瞬间会造成1/4血量的伤害。这个是一个范围伤害啊，比如说我们这里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释放，到达指定目标的时候，会对范围内的角色造成1/4的伤害，并形成一个碎石区。求生者在碎石区内的话，会降低交互以及那个破译速度20%，持续8秒。这边可以看到是出了1阶了，然后1阶的效果是可以提升它一个吸取的范围啊，从原先的8米提升到了12米。我们可以吸收离自身距离更远的主件，这个一般用来拦截会比较有用啊，就远程进行一个拦截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是出了2阶了，然后2阶的一个效果是可以降低它一个吸取的充能时间，原先的话是18秒，现在的话16秒就可以充能完成了，并且我们吸取的过程中也不会受到一个减速的效果，这个是2阶的一个能力。然后这边来讲一下最后一个吸收主件的效果，也就是场景中的一些金属主件，比如说像这个密码机，吸收之后呢，这个主件12秒内没办法进行交互，还有像这个箱子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吸收的，吸收的话12秒内也没办法进行交互。另外的话，还有场景内的一些狂欢之翼啊，我们也是可以吸收。吸收完之后呢，像岩钉的话就没办法拆野了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过椅子，可以看到没有那个过椅子的按键。得等这个效果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过上去啊。大致的话是这么一个效果。然后这边来讲一下这个吸收金属主件所获得的重金之托这个能力啊。这个重金之托能力使用效果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普攻距离。可以看到普攻距离的话非常的长啊，可以增加我们2米的一个普攻距离啊。原先像这个位置我们是打不到小女孩的，对不对？打不到小女孩，但是我们使用这个能力之后呢，我们的普攻距离就得到了加强，并且期间我们的移速是提升10%，受到的控制减速以及击退效果是降低50%。这里的话他说的是持续时间是文字描述说是8秒，但是好像左上角的一个 buff 提示好像是10秒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使用能力之后，这里的话是从9开始计时，那应该是10秒吧。这里的话可能文字描述有点问题啊。大致的话是这么一个效果。我们吸收场景主件的话，可以获得1次充能，就是能力的充能。单个能力的话上限是2个。
然后所有能力只能存放5个。比如说我们再吸收一下这个，可以看到能力超载，这时候我们吸收这个障碍物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碎石，没办法获得碎石一个充能，只能存出5个。并且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每种能力的话，它这个冷却时间是独立的。比如我们这边释放这个重金之托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再释放这个藤蔓，是吧？还可以再去使用这个碎石。它这个能力的话是分开独立计算的，这个非常的强啊！我感觉实战的话会非常的强，大致是这么一个效果。最后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的一个基础素质，首先是他的一个移速，移速的话属于是第2梯队，然后翻窗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中等的水平，摧毁木板的话也是中等水平，大致的话是这么一个效果。另外还有一些技能测试后面也会测试的。然后以上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